這張動漫圖片是失敗作品，但它已經擊敗了80%的 AI 動漫工具。那問題來了，如果這都算失敗，什麼才叫能用？如果你想做 OC VTuber 或一個能長期用的角色，那你一定会遇到一個問題：哪個 AI 真的扛得住？所以我用同一段話實測了5個 AI，今天這期不聊技術，只幫你選對工具，看看到底哪一個能長期用。別好訂閱、收藏讚，我們馬上發車。先說結論，如果你是衝着動漫角色來的， PixAI 是這5個裡最穩的一個。原因很簡單，它不是通用型 AI， 它是專門為動漫風格設計的工具，這個就叫專業。PixAI 既能看別人作品，也能把自己的發上去，網頁 App 都能用。看着自己的圖被別人刷到，其實蠻有參與感的。如果看到喜歡的圖片，也可以點進去查看它使用的提示詞以及对應的模型和 LoRa。開始測試。左上角點一下生成，上面這一欄就是寫提示詞的地方。我已經把準備好的提示詞直接粘上來了，大家也可以截圖照着用。這一步我們來看模型選擇，點一下展示更多，就能看到非常多不同的模型以及它們各自的使用次数。這裡我重點說幾個常用也比較專業的模型。先看哈魯卡 V2，主打可愛動漫風，手部繪制質量很穩，對大多數 LoRa 都很友好，特別適合用來生成萌系角色和日常插畫。Tsubaki 的優勢在於 prompt 理解能力非常強，多角色互動、情緒表達、複雜構圖都能處理得很好，整體畫面氛圍和細節表現會更豐富，偏劇情向。Hoshino 則是偏成熟自然一點的風格，男性角色會更硬朗，也能兼容更多 Illustrious 藝術家標籤，適合想要質感型畫面的。那我們就簡單一點，直接選擇哈魯卡 V2 模型來使用。LoRa 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自由選擇，畫面尺寸直接用默認的3:5，生成數量選4張。如果你是進階玩家，還可以打開高級設定進行更深度的調整，入門不設門檻，進階不封頂。然後啟動，一起來看看效果。整體畫面完成度很高，角色與巨龙的色彩控制細膩。然後我又試了其他模型，在使用同一套提示詞的情況下，各模型生成的畫面風格差異明顯，但在構圖完整度和光影控制上，整體水準都保持在較高水平。儘管風格走向不同，但在構圖合理性和光影層次表現上是一致的。接下來介紹的是帶有圖像生成功能的 ChatGPT， 這個平台大家應該都很熟悉。它最大的優勢是你可以用簡單的語言描述想法，再通過對話不斷提問調整，非常適合剛接觸 AI 圖像生成的新手。不過它在動漫風格的針對性上表現一般，生成結果有時候出色，有時候讓人抓狂，尤其是面部細節和比例完全不可控，而且修改起來也不太靈活。如果你特別喜歡動漫風格角色設計，這個平台可能不是最理想的選擇，隨機性太高，想精準把控比較難。图中的女孩與龍的下半身融合了嗎？可能需要再細化調整。接下來的選手是谷歌的 Gemini， 它使用的是 Nano Banana Pro 3大模型，支持高達 2K、4K 的高分辨率輸出，對漫畫頁的細節表現更友好。同時，它可以將多個參考圖組合成統一畫面，這對連環畫分鏡或角色設定非常有幫助。不過，在多個頁面或連續分鏡中保持角色外觀一致還有難度，而且背景或無關元素可能被 AI 自行添加，影響最終版面。同樣的提示詞，這次女孩直接消失了，是偷偷玩隱身術嗎？再来看 Adobe， 以 Photoshop 為代表，它最大的優勢在於可控性，從線稿、上色、光影到後期細節都可以進行像素級甚至矢量級的精細調整，整體完成度和自由度都很高。但相比一句話就能出图的 AI 平台， Adobe 更偏向傳統繪畫邏輯，對美術基礎和軟件熟練度都有一定要求，新手上手門檻相對較高。最後一名測試的是微軟自帶的圖像生成能力必应圖像創建器，它的優勢是上手門檻极低，只需要一句自然語言提示詞就能出圖，對零基礎用戶非常友好，整體畫面完成度也比較穩定，適合快速出效果。但相比专门做動漫的 AI 平台，必应更偏通用插畫風，二次元味不夠濃，角色一致性也比較弱，不適合用來長期創作 OC 或 VTuber 角色。如果只用一句話總結這5款工具，其實是5種完全不同的使用思路。PixAI 主打二次元和 OC 角色，想認真捏人設的首選。ChatGPT 適合一邊聊天一邊理思路，把想法慢慢跑清楚。Gemini 畫面乾淨穩定，不追求強二次元風格。Adobe 偏設計和商業用途，出圖安全規範可控。Microsoft Image 一句話就能出圖，零門檻隨手用。好啦，今天這一輪實測就先到這兒。那如果現在讓你選一個工具去做屬於你自己的動漫角色，你會更在意什麼？是第一眼看上去夠不夠驚豔，夠不夠炸，還是更
在意，多生成10次、20次，他還能不能一直是這個人？因為這兩個選擇用的工具往往完全不一樣。評論區告訴我你的答案，下一期我就按你選的那個標準直接實測給你看。那我們下次實測見，拜拜。